真广在那一片空茫的雪地上，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废墟。突然有蝴蝶停在他身上，最后真广起身，大片的鲜血从他身下涌出，而他自身也全都被蝴蝶覆盖。真广惊叫一声，从梦中惊醒，他又回到了不破戒的大宅里，而身边居然坐着早已死去的爱花。爱花问他是不是做了噩梦，这些天经历的一切难道就只是一场噩梦吗？爱花引用暴风里的句子回答他。真广问爱花，那也是一出复仇剧，最后一定是以悲剧告终的吧？悲伤只能用悲伤抵消，被留下来的人也注定要悲伤一生。这是一出复仇剧，为了让悲剧以悲剧收场的复仇剧。少年吉野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问他是为了让一切以悲剧告终才踏上这段旅程的吗？回忆涌现，真广突然想起他的妹妹被人杀死，而他为了复仇和被困孤岛的最强魔法使合作，带吉野掺和进了索布一族以及起始之术、居原之术的世纪大战。而就在他们挫败左门的计划让叶枫跨越2年时空回归现实的那一刻，他和吉野都被觉醒之术无情的抛弃。现在的他果然已经死了。爱花再次出现，否定了他的死亡。吉野不是也说过吗？这个故事不会以悲剧告终。真广从病床上醒来，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好无损，正太吉野就陪在身边。真广扑上去晃着吉野，问爱花的男朋友到底是谁。吉野问他，难道不想知道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起始之术出现于世界各地，把人类和城市都吞噬掉了。世界各地的军队纷纷展开反击，但大家都一去不复返，所有反抗起始之术的人都被吸收殆尽。仅仅数日，世界就遭到大量破坏，20亿人口惨遭灭绝。被吃掉的不仅仅是攻击起始之术的人，处于战争和发生暴动的地区也都出现了术的踪迹。只要是发生战斗行为，起始之术都会有所察觉并出来阻止。就算发生抢劫和暴动这些微犯罪，术也会出现，所以人们都停止了战争。如今的世界非常和平。7天之后，城市渐渐恢复秩序，沙漠更是化为绿洲，污秽不堪的大海也恢复原状，简直就像是在净化这个世界。居原之术也停止了动作，没有果实破土而出。虽然世界得到自我救赎，但真广仍旧觉得不甘心。吉野问他，还是想让悲剧以悲剧收场吗？不完成复仇就无法接受。真广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天，他回到家，爱花就静静坐在大厅的椅子上，鲜红之花在他身下绽放，他的肌肤是如此的冰冷，恬静的就像只是沉睡了一样。撕裂心脏的痛苦再次袭来，真广终于从层层梦境中彻底苏醒，而救下他的人居然是左门。他睡了有1个月的时间，起始之术已经布满城市。吉野比真广醒得早，和他们分开行动了。真广刚松了一口气，却听见左门问他，你杀得了龙川吉野吗？一处平常的建筑工地上，少年宇村刚被自己的女朋友小雪甩了，心情非常低落。朋友为了安慰他，就换了个话题，讲起了传说中能让起始之术消失，把世界恢复原样的绝缘的魔法使。话音刚落，就见宇村手中泛起红光，那位绝缘的魔法使说的好像就是他哟。今天是1月1日，为了确认起始之术是如何改变世界的，叶枫跟吉野此时正奔走于各地，因为叶枫只允许吉野一人跟随。真广好衣服后被左门去吃饭，山本和枣和居然也在这里。富士山外动用那么多武力，却以惨败告终。枣和这个总指挥自然也被迫降职，目前的职务是负责编写黑铁病的相关统计和在网上散布绝缘魔法使的谣言。起始之术的出现虽然造成了极大的牺牲，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确实变得和平了，因此崇拜起始之术的人也不在少数，大家都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们被术完全支配了。另一方面，绝缘魔法使的流言也渐渐传开，真正的绝缘魔法使宇村正赶往富士山的路上，他没有什么拯救世界的宏图大志，只是想着如果绝缘之术复活能让世界恢复原状，他的女朋友说不定就会回来了。新的一天，吉野带着叶枫去祭拜了爱花。这趟旅程明明是为了找出杀害他的凶手，现在却演变成了一件不得了的事。叶枫问吉野，爱花是个怎么样的人？吉野不知道怎么形容，毕竟是真广的妹妹，在某种程度上说，性格如出一辙的恶劣。叶花想要见见爱花的男朋友，居然敢背着真广和他妹妹偷偷交往，胆子也真够大的。这个不怕死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叶枫在目前正式向爱花道歉，爱花的死说到底还是因为他。吉野明白，现在的叶枫比谁都畏惧起始之术的力量，在他们昏迷之后，是叶枫以一己之力压制住绝缘之术的复活，并阻止起始之术的行动。起始之术觉醒的1周内，全世界就基本恢复了原状，金属化的尸体被起始之术吸收而消失，社会活动基本恢复正常。但这样反而让人更加害怕，是他错判了起始之术的力量，仅仅一部分觉醒就有如此恐怖的影响，谁也不敢想象完全觉醒之后的后果。他看到的越多，就越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吉野的故乡和朋友们都已经像这样被夺走了，其他的也一定不复存在。吉野无话可说，也只能安慰叶枫就吃点好的。但其实叶枫本人都没有注意到，他已经爱上吉野了。别看叶枫作为起始之术的王女如此强势，但毕竟也只是个闺中少女。富士山脚下那场危机，可以说她的头一回体验到的逆境，连叶枫都感觉到绝望的情况下，是吉野挺身而出，成功开辟出了一条生路。对叶枫来说，吉野是他第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叶枫告诉了吉野他们奔走各地的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收集绝缘之术剩下的果实，让绝缘之术完全复活。叶枫正在动摇，他畏惧自己的力量，为今后该怎么
做犹豫不决，而吉野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他的决定。如果吉野说应该让起始之术觉醒，叶枫一定会照办。内心被俘获的人就是这么一回事。现在叶枫凡事都以吉野为中心来考虑，换句话说，世子的命运就掌握在吉野的手中。两人下车后，叶枫去了趟卫生间，他现在的心情被吉野搅得一团乱麻，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感情。出来就看见雨村正在问吉野问路，不知为何心中突然涌起一股烦躁，想都没想就对初次见面的雨村一脚飞踹。吉野一副完全不在意的样子，你们倒是管管人家的死活呀！雨村要去富士山，但是那里已经被完全禁止进入了，留在那里的绝缘之树被认为是异变的原因之一，因此得有得到许可的人才能靠近。不过因为叶枫在树的周围设了半永久的结界，所以各国派来的调查团也接触不到树的本体。雨村的傻孩子一点心眼都没有，直接对两人自曝身份。大概在1年前，他体内突然出现了奇怪的力量，自从绝缘之树出现后，这股力量变得越发强烈。不过他并没有察觉到自己拥有的力量能打破世间常理。叶枫请雨村吃东西，又坏心的在餐盘上设下屏障让他触碰不到。既然有绝缘之树的生死，自然也有这个起始之术的王女。叶枫提出了雨村来一场比试，真正的绝缘魔法师出场。左门这边还在和真广阴谋论，姐这种人非常可怕，一旦产生某种信念，就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有动机，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在叶枫身后推上一把。所以在情况演变成那样之前，杀掉吉野排除障碍。真广突然想起吉野的女朋友，如果心爱的人还活着，想必吉野也不会乱来。未知的真相的山本默默不语，这不是巧了吗？他女朋友分头草的3尺高了，他被吉野叮嘱过不能泄露秘密，不然就要当场面修罗场了。真广答应帮左门处理吉野的问题，作为交换，他还是想要找到杀死爱花的凶手。真广当然不会让吉野遇到危险，只是左门没有告诉真广，吉野很可能就是绝缘的魔法师。叶枫正在测试雨村的实力，他让雨村尽管使出魔法，能让他单膝触地，就算他赢，但只要雨村赢了一把，就把一切都告诉他。但雨村如果任意一只手反向弯折，就算输。最后叶枫仅仅有2颗子弹做贡品，防御触手就被雨村按在地上一顿摩擦。如果雨村是货真价实的魔法师，这种程度的魔法应该很容易就破坏掉才对。雨村总算想起了自己能用魔法，他知道叶枫不是坏人，只是想要测试到有没有拯救世界的能力。于是雨村很快振作，开始反击。他的光球居然真的破开防御，甚至削掉了叶枫的一只手臂。雨村吓懵了，还以为自己搞出了人命。就见叶枫轻描淡写的恢复了自己的手臂，不就是一条胳膊吗？大惊小怪什么？然后一击砸晕雨村，这一下他的胳膊还朝反方向弯曲了。叶枫故意断掉自己的手，想看看雨村的反应。力量确实是绝缘的力量，但雨村太软弱了，并没有破坏一切事物而毫不动摇的绝缘之心。左门认为是吉野的存在让起始之术的常理出现了各种异常的结果，因为就算他当时不在富士山，叶枫也能平安回归。在所不意左没能找到爱花的凶手，真广这个转而和叶枫合作，起始之术不需要吉野，反而是吉野给起始之术不利的影响。吉野故意让情况复杂化，使叶枫对起始之术产生了不信任感，最终俘获了叶枫的心，在不断用魔法就扭曲了起始之术的常理。如果吉野真的是绝缘的魔法师，这手段堪称完美。但如果这么推测，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杀死爱花的真凶就是吉野呢？结果左门这边刚分析完就被光速打脸。山本接到了吉野的电话，说他们已经找到了绝缘的魔法师。